长沙版的。对，长沙版。月亮爸爸肚里做个嗲嗲，后面我不太会。嗲嗲上街买菜，遇见一个奶奶，奶奶正在绣花，绣了一个糍粑，糍粑掉进井里，变成蛤蟆，蛤蟆咕咕咕，花花上了树。听完你分享一些细节之后，再听那个歌，是可以听出一些小惊喜的。还是3首歌混一块儿，你听一听，然后我们顺着聊下去。好。特修斯的船，然后那个怪诞心理学，还有个啥？啊，2首啊？3首啊？哦，晨光里有你。因为晨光里有你那个前奏太长了，它光有个钢琴，所以被那个特修斯给吞进去了。特修斯船其实大家已经很熟了嘛，就是因为在那个海口演唱会21年的时候吧，就已经现场即兴创作的。然后当时和左立一起把那个吉他的那个级数和弦级数一定，就即兴来唱了。啊，当时我觉得这个旋律还挺美的。然后我有让那个现场的歌迷帮我记下来，因为其实我唱完我就忘记了，然后我就回去翻那个视频，然后这个旋律我记得。其实我没在这个旋律上没怎么改。后来那个歌我写了很多个版本的副歌，一开始我想的是用阿卡贝拉的形式，后来我又放弃了，所以那个歌就一直没发。因为我觉得那个旋律线其实很适合做很多个声部来去唱，有点像那个我想做成那种格里高利圣咏。就西方音乐史里面可能会学到的一个东西，就是最早的时候它是那个就是圣咏嘛，就是它会那个词其实不太清晰，然后还不是美声的发声方式，就是它是那种就是听起来很美，然后很空旷。然后我想说我就写一个那种复调式的那种圣咏，想来想去我感觉这个其实是可以做出2个版本来的。然后我后来又重新写了一个副歌，我觉得那个副歌可能会更好听一些。然后我就去找郑楠，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商量。商量之后，我感觉，我觉得用竖琴会更好听一些，对，然后因为会显得它有一种孤独的感觉，对，但是又很纯净，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要用这个版本，对。创作上其实没什么特别复杂的，因为这首歌我一开始就写好了，然后我就直接去找了郑楠嘛，然后把这个告诉他，然后就一弹，然后就 OK 了。录的时候，那个副调就是 B 段有一个副调，我想想。这个其实是主旋律，在上面加了一层副调嘛。那个副调是我们在棚里面录的时候，我们先是定调，这个调定了很长时间，就是一开始其实是高的，多高呢？就是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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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哒，就这么高。唱到副歌，它是有点那种有点情绪比较激动的感觉唱的，因为它高嘛。后来听的时候就觉得，跟这个旋律线好像老觉得不搭。我们都录了一半了，快录完了应该说是。然后在棚里听完之后就觉得，不好，不对劲。因为我跟郑楠都属于那种快点上班、快点下班那种心态，你知道，我俩都是一个性格，就想快点下班。然后，但是呢，又要保证作品的优质程度。对，我就跟郑楠说，我说，我觉得不好。他也很崩溃，然后录音师也很崩溃。那一瞬间，我们天都塌了，但是我也很塌。其实后来我想，我说降调吧，然后我们就开始试调，然后试了降了一个调，听还是不对，再降一个调不对，再降一个调不对。后来我们降了大概8个调吧。这首歌从那个高音歌曲变成了一个低音歌曲，8个调是指的是半音的降，不是降了8个全音。那对我来说其实很低，但是试唱完之后发现。我就跟郑楠讨论，我说我觉得这个好听，那郑楠也觉得，从听感上来说，好像这个是跟这个旋律是更搭一些，因为我们用的是竖琴，竖琴它很安静，所以如果我唱得很高的话，2个声音不搭，音色太高，它会显得有点厚实，并且很高亢嘛。然后就跟这个竖琴这么安静，2个就有点打架。低的话，它就跟这个竖琴就很融合，因为竖琴的声音很薄，我的声音低的话，它就会变得会温暖一点，对，它就跟这个竖琴就很融合。好像是分了2天录的吧，因为第1天我是录的高的嘛，后来否定掉之后，我觉得低的好听之后，然后我们就决定说，那第2天录，因为太晚了，先下班吧，我明天再录吧。好了，第2天去录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低的全录完了，就开始去听嘛。听完之后，我觉得还是哪不对，临时决定说，我觉得可以先写一个副调，就跟着那个我的声音，然后我去找一个副调的旋律，然后就也是在棚里面，在那个应该说那次是在录音棚里面。
就是一边录音一边现写，因为那个词是没有具体的歌词的，但是它其实你仔细听那个歌词里面它是有在唱歌词的啊。这首歌女生只有我一个人，对，就那个副调里，就这首歌里面所有的声音就只有我一个人。就有一种男女对唱的感觉，唯一的过程难就是旋律很容易记嘛，但是难就难在那个词，我要拿那个笔来去记那个笔记，就是确定这个音要发哪一个拼音，比如说 CSI 就是那样的，le 就是 lo 就是要记，要让它很精准，因为这样的话所有的声部叠在一块儿，它才听起来是一个合唱，要不然我唱我的，我另一轨又唱另一个词了，那就听起来会打架。每一个音的那个高音和低音，它每个旋律线适合发出来的那个拼音的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，有些适合发闭口音，有些适合发开口音，拉，有些适合发 c， 有些适合发 le， 就是 lo， 就是它不同的音符的高度和它的发音位置应该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所以这个是要认真的去打磨这个东西的，对，所谓的无字歌它也是要有规律性的，不是随便乱唱的。后来写完这个复调之后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也是现写。在我眼里，那个其实就算无字歌了，对，因为他嘴里在唱，但是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歌词的。之前还有一个也是这样的，就是降临 ，Love Ave Ave， 那个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意思。一个是降临，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斗牛，斗牛里面那个有一个，就那也是我的声音，它也是。听起来是无歌词的，但是它是有固定发音的，因为我那个是想表达它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天神的声音，你怎么能听得懂天神的语言呢？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那降临它其实讲的也是那种在天上世界的那种感觉，就类似于那种小天使在天上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它其实有些语言它其实不应该是要让人能够听得懂的，要不然它就表达不出那个意思来了。没有那种神圣感，所以那个特有色传也是这种感觉，对，这是我们一起讨论出来的。我和正南，然后包括做这个词的人，然后我们会所有的人一起坐下来讨论这个歌，然后讨论这个歌，大家每个人会觉得，哎，听起来什么什么想法，什么画面或怎么样，我听起来什么什么画面。我不是每一首歌都会按照我的画面来的，对，然后有时候听得起来一个，哎，这个概念可能会更好，然后我会觉得，哎，可以，我们就用这个概念，就是这样的。而且我是第一次和这个作词人来合作，然后我觉得他当时想这个特修斯的传说，我就哇，太好了，击中我的心灵。一个夜晚在海上的感觉，会有一个月亮照着这个海，这个海很平静啊，它不是那种波涛汹涌的海，它是一个非常平静的海。这个船可能就停在这个海面上，然后甚至都没有，你都看不出来它在往前走的那种感觉，很慢。然后一个月光洒下来，然后那个海是发光的，就你看过那个少年派的那个，他那个海就是晚上的时候很美啊，会让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晚上夜晚大海竟然这么美。我当时就记得我是那个画面在我的心里面。不，那不是啊，哲学这个东西我早就在思考了。我印象里有一个画面给我很深刻，就是周星驰有一次跟刘德华的一个电影吧，就是那个然后我看到 forever，